同一个交易日最刺眼的不是比特币涨了多少，而是买卖两边的人像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市场里。按美东交易日口径，4月17日，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单日净流入大约 6.64 亿美元。BlackRock 旗下的 IBIT 一个交易日净流入 2.84 亿美元。很多中文快讯在北京时间看到这条消息会写成4月18日，但底层数据对应的是美东4月17日。这个口径要先讲清楚，不然后面所有判断都会错半拍。更准确的说，也不是 BlackRock 自己拿钱去买了 2.84 亿美元比特币，这是 IB 这个现货比特币 ETF 出现净流入基金机制，最终需要对应比特币敞口。听起来差别不大，但意义完全不一样。前者像一个机构突然喊单，后者像传统资金通过合规通道把一部分钱慢慢挪进比特币，这就是今天真正的矛盾。ETF 资金在竞价格，却没有走出那种所有人一眼看懂的大牛市气氛。比特币在 7.5 万到 7.8 万美元附近来回拉扯，衍生品市场里资金费率一度偏负，说明合约端愿意压下跌的人并不少，情绪指标也没有回到乐观区间。你看到的是机构通道在吸货，但很多短线参与者还在怀疑、观望，甚至继续做空。所以这期真正要猜的不是 2.84 亿美元能不能把 BTC 立刻拉起来，更关键的问题是市场的所有权正在从谁手里转到谁手里，这不是一个机构买的，所以明天一定涨的新闻，它更像一个下注新闻。有人在用几周、几个月的周期下注，有人在用一根 K 线、一条标题、一个恐惧指数做决定，两边同时成交，但他们交易的根本不是同一个东西，一个交易的是价格，另一个交易的是时间。先把最容易误会的一层拆掉。很多人一看到 IBIT 净流入 2.84 亿美元，第一反应是机构都买了，那是不是马上要涨？这个想法很自然，但也最危险。ETF 净流入不是一个魔法按钮，它不是说今天流入，今天晚上就必须爆拉，它只说明传统市场里有资金愿意通过 ETF 获得比特币敞口，这个敞口会影响供需，但它不一定马上压过所有卖盘，因为同一时间市场上还有很多别的力量，有人在反弹时止损，有人在 7.7 万美元附近做区间交易，有人前面被套了很久，终于看到价格回来一点，第一件事不是加仓，而是先逃出来。还有合约市场的空头，他们不一定相信比特币会崩，只是相信这个位置很难一次突破，所以你会看到一个看似矛盾的画面。ETF 流入很强，价格却没有立刻表演，这时候散户最容易得出一个错误结论，机构买也没用。但这个结论其实把时间尺度看反了，机构通道的流入很多时候不是为了赌今晚的涨跌，它更像资产配置。配置型资金最关心的不是明天涨 3% 还是跌 2%， 它关心的是这个资产在6个月后、1年后是不是值得放进组合里。散户的问题恰好相反，很多人说自己在看长期，但真正做决定时只看3根 K 线，这就是第一层错位。你以为机构在跟你抢同一根短线反弹，实际上人家可能是在把未来几个月的仓位拆成很多个交易日慢慢减。这也是为什么 IBIT 单日 2.84 亿美元的数字不能被理解成今天买完了，它更像是一段资金重新流入的其中一天。4月14日到4月17日，美国现货比特币 ETF 已经连续几个交易日录得净流入，4月17日只是这一串流入里最显眼的一天。问题就变成了，这是一次短暂反弹里的资金回补，还是一轮更长配置周期的重新开始？答案现在还没出来，但市场已经先把分歧摆在了桌面上。你看资金费率就能感受到这种分裂。永续合约里的资金费率如果是负的，意思很简单，空头在付钱给多头来维持自己的仓位，它不等于马上要上涨，也不等于空头一定错了，但它说明一件事，杠杆市场的情绪偏向下行。如果价格一路下跌，负资金费率并不奇怪，大家看空，价格也在跌，这叫顺势。真正微妙的是，当 ETF 资金开始回流，现货价格没有继续大跌，而资金费率还偏负，这个结构就开始变得紧。因为空头最舒服的状态是价格不断给他奖励，如果价格迟迟不往下走，空头就会变成一个不断付费等待的人，等待越久，成本越高。市场只要出现一个新的催化剂，空头回补就可能让行情走得很快。但这里也不能讲成鸡血，负资金费率不是上涨保证书，它只是告诉你市场里有一边的仓位变得拥挤，拥挤本身不决定方向，真正决定方向的是后面有没有力量把这批拥挤仓位逼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接下来不能只盯 ETF 流入，还要盯价格有没有真正站住，盯空头有没有开始回补，盯成交量有没有跟上，否则 2.84 亿美元也可能只是一个很亮的数字，不是趋势确认。再看情绪，报告里提到恐惧与贪婪指数从21回到26，这个变化很容易被讲成极度恐惧区间反弹，但口径要更谨慎一点。一般来说，25以下更接近极度恐惧，26已经从极度恐惧边缘挪到了恐惧区。听起来只是一个点位的差别，
其实很重要，因为这说明市场不是从绝望直接跳到乐观，而是刚刚从最恐慌的区域爬出来一点。这个阶段最折磨人。你说它已经到底了，它没有给你确认；你说它还会继续跌，它又开始出现资金回流；你说机构买入是利多，它当天未必立刻大涨；你说行情没戏，它又能在坏情绪里撑住。所以散户最难受的不是看不懂数字，而是不知道该相信哪一个数字。恐惧指数告诉你大家还害怕， ETF 流入告诉你传统资金在进，资金费率告诉你合约市场还有人在压跌，价格告诉你多空都还没有彻底赢。这4个信号放在一起，才是这条新闻真正值得看的地方。它不是单边牛市，它是分歧正在堆积。很多散户会在这个地方犯第2个错误，等确认，听起来很理性，实际上竞争很贵。什么叫等确认？就是在恐惧指数20多的时候说再等等，等 BTC 重新站上8万才觉得安全，等 ETF 连续流入半个月才觉得机构是真的在买，等媒体标题从市场恐慌变成牛市回归才重新打开交易软件。问题是市场给你确认的时候，价格往往已经替你付过一部分答案了。底部从来不是在所有人都舒服的时候形成的，它通常形成在大部分人还觉得不稳的时候。但反过来也不能把不舒服直接等同于底部。真正成熟的看法不是恐惧就买，而是恐惧区间里要看谁在接筹码，谁在卖筹码，卖出来的币有没有被更长期的钱吸收。这就进入链上数据。最近一段时间，有些链上追踪口径显示，大地址和鲸鱼级别资金在积累，交易所可用余额下降。也有一些数据提到，小额地址或短线持有者在下跌与反弹中更倾向于卖出。这组数据很吸引眼球，但要加一句冷水，链上数据不是身份证系统，一个地址不等于一个人，一个大地址也不一定就是聪明钱，它可能是机构，可能是交易所，可能是托管地址，也可能是内部转账。小地址卖出也不能简单翻译成散户全跑了，所以我们不能把链上数据讲成玄学。它真正有用的地方是提供结构线索。如果价格在低位震荡，同时交易所余额下降，大地址净积累，ETF 也有净流入，那说明市场里确实存在一股不急着卖的力量。这种力量不会保证明天涨，但它会改变后面的弹性，因为越多币离开短线流通池，后面如果新需求继续进来，价格就更容易对买盘敏感。这就是弹簧的意思，不是说弹簧一定马上弹起来，而是说它被压缩的越久，后面方向一旦被确认，走起来可能不会温柔。不过这个弹簧现在还有一个新的变量，地缘政治。这一次和前面单纯讨论 ETF 资金流不同，背景里多了一条宏观线。美国最高法院在2月裁定，特朗普政府用 IEEPA 紧急权力去推全球关税，没有得到法律授权。这个判决削弱的是一种非常快、非常粗暴的贸易施压工具，但它没有让关税问题消失，反而把它推向新的法律路径和新的不确定性。贸易政策的不确定性本来就会影响通胀预期、企业成本、美元信用和全球风险偏好，然后又叠上伊朗局势，美国对伊朗港口和沿海区域的封锁，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关闭，停火期限、邮轮通行，这些东西放在一起，市场交易的就不只是比特币 ETF 了，它开始交易能源价格，交易通胀，交易美联储会不会更难降息，交易全球资金到底是去美元资产、黄金，还是一部分流向比特币这种不依赖单一政府信用的资产。这也是今天这条新闻比普通 ETF 流入更复杂的原因。表面上看，地缘冲突应该强化比特币的避险趋势，但现实没这么简单。比特币有时候像数字黄金，有时候又像高贝塔风险资产。冲突升级如果推高油价，带来更强通胀压力，美联储更难释放流动性，那风险资产会被压，这个时候比特币也可能跟着受压。但如果冲突缓和，油价回落，市场重新交易，流动性改善， ETF 资金继续流入，那比特币又可能表现得像风险偏好回暖的受益者。所以不要一句战争利好比特币就讲完，这太粗。现在真正的宏观问题是，比特币到底被市场当成避险资产，还是被当成流动性资产？如果它被当成避险资产，美元信用、关税冲突、地缘风险都会帮它加叙事；如果它被当成流动性资产，油价、通胀、美联储、实际利率都会压着它的估值。两套逻辑同时存在，才会让价格看起来这么别扭。这也是散户第3个容易看错的地方，以为这次一定和上次一样，或者一定和上次不一样。市场最喜欢惩罚这2种确定感。你说这次和前一轮完全一样，错在忽略了宏观变量变了。前一轮主要是 ETF 资金流和散户情绪的错位，这一次多了关税判决后的政策不确定性，也多了伊朗、霍尔木兹、油价这条线。你说这次完全不一样也不对，因为市场最底层的行为结构没有变。情绪差的时候，短线资金更想买，标题吓人的时候，散户更想等。机构通道不是天天都买，但它一旦重新开始流入，通常不是为了抢一根分钟线。价格没有立刻涨的时候，最多的人会说利好没用，等价格真的涨出来，最多的人又会说早知道。这就是循环，不是因为散户笨，是因为散户承担的是另一种压力。机构买错了，
可以解释成长期配置，可以再平衡，可以分批，可以写在季度报告里。散户买错了，账户每天红绿都在眼前，机构可以慢慢错，散户只能立刻痛。所以散户不是缺信息，而是缺承受信息的时间。这句话很关键。同样看到 IBT 净流入2.84亿美元，有人看到的是配置需求，有人看到的是今晚能不能涨。前者可以忍受震荡，后者忍不了。但市场的筹码交换往往就发生在这里。焦虑的人把时间卖给耐心的人，短线的人把波动卖给长线的人，等确认的人把早期不确定性卖给愿意承担不确定性的人。当然，这不是在说所有散户都应该逆着恐惧去买，这不是投资建议。真正要说的是，你至少要知道自己正在交易什么。如果你交易的是短线，那就别拿机构长期流入当做自己满仓冲进去的理由。短线有短线的止损，有短线的无效信号。如果你看的是周期，那就别因为 ETF 流入当天没有暴涨，就说机构判断错了。周期资金本来就不跟你争一根 K 线，最容易亏钱的是把这两套逻辑混在一起，用长期蓄势开仓，用短线波动止损，用机构流入给自己壮胆，用5分钟回调把自己吓走。这才是这条新闻真正该提醒散户的地方。接下来观察什么？不是一句看涨或者看跌，而是看4条线能不能互相验证。价格线先看 7.6 万到 7.8 万美元附近的争夺。4月17日，比特币最高冲到 7.8 万美元上方，后面又回到 7.5 万美元附近。如果价格能重新站回并守住这个区间，说明 ETF 流入至少在现货端形成了支撑。要是反复冲不过去，说明上方卖压还没有清干净。资金线看 ETF 流入是不是连续，而不是只看一天。一天 2.84 亿美元很醒目，但单日数据最容易被情绪放大。更重要的是，后面几天 IBIT、FBTC、ARKB 这些基金有没有继续净流入？如果流入断掉，今天的故事就会变短；如果流入延续，市场就必须重新评估传统资金的边际需求。杠杆线看资金费率怎么变。如果资金费率长期偏负，价格又不跌，空头会越来越难受。一旦资金费率开始回到中性，甚至转正，就说明有一部分空头开始撤退。这个过程可能推动短期反弹，但如果价格跟不上，也可能变成一次失败的挤压。宏观线看霍尔木兹和美联储。伊朗局势如果继续恶化，油价和通胀预期会成为比特币上方的压力。局势如果缓和，风险偏好可能修复 ETF 流入会更容易被市场放大。4月28到29日的 FOMC 会议也会让市场重新定价流动性。你会发现这4条线里没有一条叫听谁喊单，这才是普通人最应该补上的一课。不是看到机构买就跟着喊牛市，也不是看到散户恐慌就自动判断底部，而是把市场拆成几层，谁在买现货，谁在做空合约，谁在因为恐惧卖出，谁在因为配置买入，谁在交易地缘风险，谁在交易美联储，谁的周期最差，谁最容易被迫认错。如果你能这么看，2.84亿美元就不只是一个刺激标题，它变成了一个市场切片。你看到的不是 BlackRock 3个字，你看到的是传统金融通道的买盘和加密原生杠杆盘的看空，正在同一个价格区间里正面碰撞。这场碰撞还没有结束，现在多头还没有完全赢，因为价格没有走出所有人都幸福的突破；空头也没有完全赢，因为 ETF 资金在进金于积累和交易所余额下降的信号还在给市场托底。散户最难的地方就是这个中间地带，它不像底部，因为没有确认；它不像顶部，因为资金在流入；它不像牛市，因为情绪还冷；它也不像熊市，因为跌不太动。但市场最有价值的阶段，往往就是这种不好命名的阶段。等它好命名的时候，价格通常已经替你命名完了。所以这期最后不是让你去预测明天 BTC 涨不涨，明天涨跌，没人能靠一个 ETF 流入数据讲死。真正该问的是另一个问题：当机构通道在分批拿筹码，合约市场还在压跌，情绪刚从恐惧里爬出来，而宏观风险还没有落地时，你到底是在看一个价格，还是在看一个筹码迁移过程？如果你只看价格，你会被每一次回调吓到；如果你只看趋势，你会忽略风险；如果你只看机构，你会忘记机构也会买早；如果你只看恐惧，你会把所有恐慌都误读成机会。更稳的方式是承认这件事还没有答案，然后盯住答案会出现的地方。ETF 流入有没有延续？7.6万到 7.8 万美元能不能站稳？负资金费率会不会被挤回中性？交易所余额和大地址积累是不是继续？伊朗局势会不会推高油价？美联储会不会因为通胀风险继续压住流动性？这些才是下一集的剧情。而今天这条新闻真正留下的判断，不是现在该不该买，而是市场里有一批钱正在用更长的时间尺度重新进入比特币，同时也有一批人正在用恐惧和短线波动把自己的筹码交出去。最后谁对，不靠口号决定，靠后面几天几周的数据继续投票。但至少这一次，别再只盯着标题里的 2.84 亿美元，这个数字后面真正重要的是谁愿意在不确定里买，谁只敢在确定之后追。短期看
这两个选择差别不大。长期看，差的可能不是一次交易，而是你到底是在被市场情绪牵着走，还是终于开始看懂市场情绪是怎么把筹码转移出去的。